咱们室内养花多长时间换一次盆土好？咱们什么时候给花换盆最好？看完这个视频你就彻底明白了。从植物的一个复盆速度啊、成活率来讲，咱们春天换盆是最好的，因为春天这个温度是越来越高的。那么从植物上来讲啊，一些开花植物，你比如说像栀子花这种春天开花的植物，咱们秋季这个季节换盆最好如果说你春天去换盆，那么它就会去长根儿，它去长叶那么就会影响它花期的一个开花那比如说长寿垂丝茉莉蟹爪兰这些秋冬开花的这些植物咱们春天给它换盆的时候最好。那么比如说龟背竹这个春雨包括咱们一些观叶植物那么正常来说是春季换盆换土比较好。那么养花多长时间换一次土那么这个是一个相对来说的一个时间。那么原则上来讲像我北方冬天室内有暖气的情况还有这个夏天温度不太高的情况，一年四季都可以给花进行换土。那么这个就是看咱们植物的一个状态，就涉及到咱们多长时间换一次土。那么这个植物在你家花盆里我们是不建议经常去换土第一个影响花期，第二个换土都有一些风险。那个老话叫啥了？人挪活，树挪死，是吧？就是这个意思观察植物来说，那么当植物正常生长的情况，咱们一般不要过度的去担心，这个盆长满了根系长不下来怎么办？当咱们出现植物生长变缓，植物新芽越长越小包括咱们浇水的下水速度越来越慢甚至说浇水水不下，土质出现问题的时候，咱们涉及到换盆和换土。你仔细去观察你施肥没有用你增加光照没有用这个时候就很有可能是土出问题了，根系长满了，它实在是长不动了这个时候你给它换盆换土那么常规的时间，那么大概就是1年半左右。那么对于开花植物咱们换盆那么植物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换完盆以后它会先去往土里边去扎根儿它就先长根儿。那么对于开花植物来讲，它根系饱满一些，它是很利于植物进行花芽分化，也就是咱们说的开花的这种形态因为根系长得满一些，土壤的干湿循环速度快一些因为随着咱们浇水，随着咱们微生物把土壤当中的一些元素分解，是吧？包括土壤当中的一些有机质分解根系长出来以后，人们会认为这个根儿去吃土土变少了，土变少的时候，土壤保水性降低根系比较满的情况，这时候什么盆土的干湿循环速度变快变相的其实就达到了一个咱们平常总看到的说这个花需要控水，那个花就要控水这是自然而然的一个控水的一个效果。那么增加了这个开花植物的对逆境的一个刺激更利于它一个花芽分化。就是你们换盆换土要去看这个植物临近花期前不要去动根。那么另外切记一点就是植物换完盆以后植物的新叶或多或少，像龟背竹会出现缩叶你像桂花像栀子会出现第一片叶片畸形的这些情况，因为咱们动根了，是吧？那么动根导致了它原先吸水吸肥的毛细根出现了一些障碍导致吸水吸肥能力不足，造成的新叶的一个问题这个是完全正常的你不要认为说这个植物我换完盆那怎么叶还变小了我定缸给肥，你别给它烧了它还没覆盆呢这个就是咱们各个维度的去讲这棵植物多长时间咱们给它换一次盆你科学合理的去养花，没事你别总折腾它，你别焦虑长不下来咋办？长不下来咋办？植物它有调节的一个能力别忘了点赞关注